它 4K 屏 Pancake 眼动追踪9999，它 4K 屏 Pancake 这次也加了眼动追踪3799，他们俩到底差哪儿了呢？国产能秒杀国际大厂吗？这次新发布的 Pico 4啊，最大特点就是加入了眼动追踪和面部表情的追踪，从而带来了一个对 VR 来说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VR 早就该普及的基础功能——自动瞳距调节。那很多第一次用 VR 的人啊，戴个10来分钟就感觉有明显的眼疲劳和头痛，受不了了，摘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瞳距没调好，看不清画面，导致眼睛长时间的紧张。1万的 Quest Pro 啊，都需要手动调节瞳距，很多 VR 一体机甚至是最敷衍的档位调节。而这次的 Pico 4 Pro 啊，一戴上直接就检测中，请注视亮起的小圆点。调节完毕。这个功能的实现啊，靠的是 Pico 4 Pro 在镜片的周围加了一圈红外的 LED 灯，向眼部投射不可见的红外光。通过两侧的摄像头啊，实时捕捉双眼的运动信息，来确定双眼的位置。这里不用担心啊，红外光的功率非常小，类似 Face ID 是不会伤眼的。准确度嘛，我找来了3位脸型不同的同事多次佩戴啊，瞳距测量的结果和实际的数值误差都在1毫米之内。虽然啊，在知道自己瞳距的情况下，像 Pico 4这种电动无极的也能调整，但如果是第一次用 VR 的人啊，有自动调节的话，就非常省心了。但自动调节瞳距啊，其实只是眼动追踪附送的功能而已。而眼动追踪更重要的一项功能啊，是能彻底改变 VR 的交互方式。比如不用手柄，而是用眼神来直接操作游戏。那配合上这颗拍摄嘴部动作的摄像头啊，还能实现整个面部的捕捉。那如果需要 VR 社交的话呢，这个功能算是必备了。眼动追踪最大的用处啊，就是能让 VR 一体机在有限的性能里面渲染出更清晰的画面。那怎么做到的呢？现在请你盯着这个视频的字幕不动，你肯定看不清我刚才头上飘过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啊，人眼不动的时候呢，清晰的范围非常的窄。而现在的 VR 眼镜啊，双眼 4K 的分辨率几乎是标配了。不过啊，要想在现在的性能下做到 4K 分辨率的渲染很难。所以现在 VR 游戏普遍用的方式啊，是只在画面的中心点渲染高分辨率，边缘呢就模糊处理。眼睛不动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你看向画面的边缘，就会发现很多的锯齿。但如果有眼动追踪的话，就可以按着你看的点来进行高分辨率渲染，那么就可以让你以为整个画面看哪儿都是一样清晰的了。这几项功能在 Pico 4 Pro 上目前适配的第三方软件还很少，但是呢，我觉得并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功能啊，在很多 VR 应用背靠的 OpenXR 框架里面其实早就支持了。软件开发者呢，其实也不需要单独适配某个品牌，直接调用这个 OpenXR 框架就可以了。在显示效果上 ，Pico 4 Pro 和 Pico 4呢都是单眼的2160×2160 Pancake 模组，没有区别。Pancake 的最大优势啊，就是相对于菲涅尔透镜，在边缘清晰度上有很大的提升。这个啊，在实际体验中非常的明显啊。在菲涅尔镜片的 VR 上啊，只要头显偏一点点，整个画面呢就立刻的不清晰，隔一会儿呢就要扶正一下。那需要大幅度运动的游戏啊，就更难受了，全程基本都不可能看到清晰的画面。而 Pancake 的容错率呢就好很多。Pancake 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啊，就是更轻更薄。加上一般呢都是电池分离的设计，配重就会更均衡。不运动的话，对于我来说 ，Pico 4系列啊，开箱即用就足够舒服了，用到没电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和疼。当然 ，Quest Pro 也很不错。而 Quest 2想要长时间玩的话，精英头戴是必买配件。裸机的话，我们办公室根本没人能坚持超过30分钟。如果你要运动，或者说对舒适度有更高的要求的话 ，Pico 的配件呢其实也很丰富，品类和选择都和 Quest 相差无几。而屏幕显示效果啊，之前我们测 VR 的时候啊都没有直接测量过客观数据，所以这次我们也专门测量了一下。Pico 4 Pro 最高亮度下的全明白色入眼是86尼特，黑色是0.13尼特，而 Quest 2的白色高一点，93尼特，但是黑色就没那么黑，0.19尼特。那有500个背光分区的 Quest Pro 会不会好一点呢？对不起，分区背光默认不开，也不让用户开，只能游戏开发者手动开。我们想办法更新到测试版打开了以后啊，就知道为什么默认不开了。这大光晕对画面效果的提升不能说没有，但着实有限。而在不开分区背光的情况下 ，Quest Pro 的黑位是0.16尼特，白色只有82尼特。那考虑到测试误差，并没有什么优势。看来啊，完美显示的终点只能是 OLED 了。奈何 Pancake 的光损又比较大，目前呢想把它俩结合起来啊，还很难。虽然这几款眼镜的入眼亮度都达不到100尼特，比现在手机动辄1-2千要差很多，但是啊，不用担心 ，VR 眼镜这种全黑的环境下，显示 SDR 的内容啊，其实是足够的。
哪怕是80尼特啊，突然一下全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刺眼。不过这几个眼镜的对比度啊，都达不到普通 IPS 屏幕的1000:1，更不用说现在的 OLED 手机和电视了。所以观感上相比它们其实是差很多的，暗部细节呢也很难看清楚。VR 眼镜啊，其实就类似电影院里面看3D， 大沉浸，但是画质呢和电视没法比。这里插一句啊，因为上面说过的光损问题，要想实现同样的入眼亮度 ，Pancake 的屏幕呢就要更费电一些。我个人实测啊，最大亮度90赫兹的条件下，增大了电池的 Pico 4 Pro 续航在2到2个半小时左右 ，Pico 4呢则是1个半到2个小时左右。那同为 Pancake 的 Quest Pro 表现差不多，而菲涅尔透镜的 Quest 2呢就是3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我们说说透视，VR 设备的透视功能好坏啊，一直都没有好的测试方法。这次啊，我们也是绞尽脑汁，专门斥巨资采购了一台国标11533-2011的测试设备。那各位观众老爷，看在我们这么破费的份上，帮忙投个币回血吧，哎，谢谢。这个设备啊，俗称标准视力表。测试下来啊 ，Pico 4的效果约等于 4.4 的视力 ，Quest Pro 呢略差 4.3， 那 Quest 2呢只有 3.9， 基本上只能看清第一行了。Pico 4的透视啊是单眼彩色透视，没有立体感，近处的物体呢会有透视关系的错误，刚戴上会有一些晕，但是适应了以后就还好。而 Quest Pro 呢虽然是双眼彩色透视，但和 Pico 4一样啊，只有一颗彩色摄像头。那实现方式呢是在双眼单色透视的基础上啊染色，所以呢还是会有一些穿帮的情况的，效果呢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这两者啊都比 Quest 2呢糊成一团的双眼黑白透视啊强太多了。另外，连接手机查看通知的功能啊 ，Pico 4也是支持的，看个验证码也很方便。Pico 4在透视上目前还缺少2个功能，就是实景物品的轮廓显示和混合现实的物品标定，不用切换透视也能直接在虚拟世界里面看到桌子的模型或者人和物品的轮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于我们这种家境贫寒、空间小的用户来说啊，尤其实用啊。不过如果你家里有专用的 VR 房的话，那算了，我们还是来聊聊定位吧。我在拿到 Pico 4 Pro 之后啊，重新完整的打了一遍 Alex， 也玩了玩光剑和 Pavlov 这2款我经常玩的游戏。可以说啊 ，Pico 4 Pro 的空间和手柄定位的准确度啊，已经能做到和 Quest 2持平了。全程在定位上我都没有发现有影响游戏的问题啊，除了在摄像头覆盖范围外的手柄定位稍微有一点点误差，可能会影响乒乓球和光剑的睾丸以外啊，没有别的槽点了。当然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不靠基站的话，只能像 Quest Pro 一样给手柄也加上摄像头、骁龙662和 SLAM 定位，代价呢就是手柄的续航爆炸。而在手势识别方面啊 ，Pico 4和 Quest 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Quest 的手势识别啊，已经完全能在支持的软件里面放心的放下手柄了，甚至呢还有神级的 Direct Touch 功能啊，那隔空敲键盘摸屏幕非常的爽。而 Pico 的手势识别的精度和延迟啊，还没法做到完全脱离手柄使用，更没有 Direct Touch， 所以说只能应个急。当然啊 ，Pico 4上的手势识别目前还算是 Beta 功能 ，Quest 的手势识别呢，最初的版本其实也和 Pico 4现在差不多，所以啊，我还是很期待这个功能在 Pico 4上完善以后的样子的。再来说说串流，这次 Pico 官方的串流助手啊，稳定性有了很大的提升。Pico 4刚发售的时候遇到的绿屏、马赛克、断流的问题呢，这次我全程20个小时都没有遇到，好评。在我家的电脑上啊，串流光剑能做到平均25毫秒的延迟，这个延迟刚好是我能接受的下限。那手感呢，肯定是比不上一体机的版本，但不玩 Expert 加，只是娱乐一下的话，都还可以。同一设置下的 Alex 串流延迟在50毫秒左右，对于一款非音游来说呢，也还算是一个能愉快玩的水平。而延迟呢，主要是来自于编解码延迟，跟电脑性能有关。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路由器的话，在传输部分，无线和有线的延迟其实相差并不大。Pico 官方的串流助手啊，目前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可调整的选项不太丰富。另外就是有个别的游戏不认识 Pico 的手柄，需要重新映射一下。那如果你已经买了 Pico 4，愿意折腾一下的话，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 Virtual Desktop 来进行串流，不光能直接模拟 Quest 2的手柄啊，来解决一切的兼容问题。那自定义的选项啊也更丰富，比如啊可以调整伽马，解决之前说的暗处看不清的问题，整体体验呢也更好一点。但如果你不想折腾的话，官方的串流助手啊已经可以让你在体验这几款最火的 PC VR 游戏的时候呢做到基本满意了。Pico 4在硬件上几乎完胜同价位的 Quest 2，而 Pico 4 Pro 看似在很多方面也不弱于 Quest Pro， 那又有便宜2-3倍的价格，那是不是国产真的就秒杀国外大厂了呢？ Pico 和 Quest 的最大差距啊还是在应用生态上。先说游戏啊，目前 Quest Store 上正式上架的有400多款游戏，那如果算上 App Lab 上非正式上架的，能有上千款，而 Pico Store 上呢则是300多款，值得玩的精品啊，两者可能都要少一个零。
那真的具有长期重复游玩价值，能让你的 VR 少吃灰的，可能要再少一个零。那相比传统游戏啊，开发 VR 游戏的难度和成本都要高很多。那开发者啊，只能把有限的资源偏向市占率多的平台。很多工作室啊，被 Meta 大手笔的收入麾下，高质量的大作 Quest 的独占，这都是目前难以改变的现状。Pico 虽然在硬件上比 Quest 要厚道很多，但确实还缺少这样的杀手级的游戏。不过啊，我能看到的是啊，在生态上 Pico 确实是一直在努力的。那相比 Pico 4刚发布的那一天啊，目前的游戏数量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并且啊 ，Pico 在生态上相比 Quest 也不全都是劣势。我更看好的也是 Pico 正在发力的，其实是另外2条赛道：运动和视频。首先就是运动啊，可能有些人会先怀疑为什么要用 VR 运动啊。我自己呢是 Apple Fitness Plus 的年费大会员啊，但几乎就是办了卡就是锻炼了的状态。主要原因啊就是视频课程毕竟是单向的，虽然视频里的教练啊拼了命的想和我互动，但这个互动啊它并不属于我一个人，能激励我的也就只有一个卡路里的数字。那说真的，我有点难坚持下来。而在 VR 里面呢，却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个实时的反馈和激励，打中了就能立刻有高分，我也更容易坚持下来。那 Pico 4的 Pancake 啊，在运动的舒适性和清晰度方面啊，有非常大的优势。用 Pico 4那段时间啊，我自己汗实打实的出了，肉也是实打实的掉了。目前 Pico 上的健身游戏或者软件呢，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都还算不错，能让人坚持一段时间。而在视频内容上啊 ，Pico 通过背后的生态也提供了一些适合国内用户的 Quest 提供不了的 VR 视频内容。比如啊，国内明星的 VR 演唱会，以及有国内解说的 VR 世界杯和游戏的 VR 直播，我也亲自体验了一下，确实是很新奇。另外还有 ASO 的直播是吧？很多粉丝早就冲这个买了。那只不过啊，这些新奇体验必须要靠数量来撑。目前呢是有一些值得体验的精品内容，但是数量还是不太够。也希望 Pico 能更好的抓住这些优势，多推出一些更优质的内容吧。总结。如果以一个成熟电子产品的标准来看，现在的 VR 还是远远达不到预期，也还没到快速普及的时候。但是呢，即使是市场还很小，我也能看到 Pico 4、Pico 4 Pro、Quest 2、Quest Pro 这些 VR 产品呢，他们都在非常努力的补齐基础功能，把 VR 完善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体验的状态，也在不断的给我们带来一项又一项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而这种进步呢，我在手机领域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我们已经上架了小米13 Ultra 的热弯钢化膜、TPU 软膜和凯夫拉保护壳产品。如果你最近购买了13 Ultra， 可以到我们店里来看看，限时优惠5元，优惠4月30号截止。另外，小米12系列的手机在我们爱否回收也仍有比较高的回收价格，扫码即可回收。好的，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可以考虑投转赞或者分享给你身边对 VR 感兴趣的朋友。这里是爱否科技，我是石天，我们下期再见。